最近啊，中国各地银行突然集体发疯了。不是我说，就连农商行这种小银行都开始作妖了，把老百姓的取款限额从50万砍到2000块，这不是闹着玩吗？这2000块在一线城市连看个病都不够。我寻思着，这些银行是不是都没钱了，只能出此下策来限制取款。先给大家讲个有意思的事。1月8号那天，安徽桐城农商银行突然在官微上宣布，从1月20号开始，部分客户手机银行单日支出限额要降到2000块。你猜怎么着？这一消息一出来，马上就有更多的银行跟风。中国银行天津分行、合成农商行纷纷效仿，都开始给储户降额度。大家别以为这是个例，我统计了一下，从2024年开始到现在，全国已经有超过30家银行突然宣布下调转账限额。有的银行说是为了防止电信诈骗，有的说是为了保护储户资金安全。但是我就纳了闷了，以前电信诈骗难道就不存在吗？为啥偏偏挑这个时候集体限额？让我们来算一笔账。一个普通打工人每个月工资8000块，房贷就要还5000。现在银行把你日限额设成2000，你这房贷都还不了，还得分3天才能还上，更别提看病、交学费这种急用钱的事了。我在网上看到一位储户的遭遇特别有意思，前几天去看牙，发现卡被限额3000块，当场尴尬的要死，只能打电话借钱。这要是半夜有急事，你告诉我怎么办？总不能半夜去敲银行大门吧？而且更搞笑的是，这些银行限额的甄选标准特别奇葩。他们说主要针对近1年没有交易，且单日限额大于50万的个人用户。我就想问了，1年没交易的账户，你把它限制到2000块，这不是此地无银300两吗？要么是这个用户根本就不用这张卡，你限不限额对他来说无所谓，要么就是他真有大额资金需求的时候，突然发现只能取2000，这不是存心添堵吗？我估摸着呀，这些银行是真的没钱了。为啥这么说？且听我给大家分析分析。2024年元旦刚过，中国就已经有将近200家中小银行注销了，这个数字可不得了，比2021年到2023年3年的总和都多。光是辽宁省一个地方就注销了41家银行，河北也有36家倒闭。这些数字告诉我们什么？告诉我们这些银行是真的扛不住了。更吓人的是，根据央行最新的金融稳定报告，去年他们对3936家银行机构做了评级，结果有357家银行被划进了红区。这个所谓的红区，说白了就是高危银行。想想看，差不多每10家银行里就有1家处于高危状态，这是什么概念？这些银行为啥突然要限制取款？我琢磨着，无非就是怕储户挤兑。现在经济不景气，大家都想把钱取出来防身，银行哪经得起这么折腾？所以，与其到时候排长队取不出钱来，还不如现在就提前给你限额，美其名曰保护储户资金安全。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当年河南村镇银行暴雷的事。那会儿多少储户的血汗钱被套在里面取不出来。现在这些银行玩这一手，该不会是在未雨绸缪，怕重蹈河南的覆辙吧？说完银行集体限额的闹剧，我们来看看更离谱的事。山东滨州前几天就有个新鲜事，一位储户去吴地农商行想取2.9万块钱，结果银行不但要查他的收入来源，还要查他花钱用途，甚至直接报警排查。这是闹的，储户都说生意没法做了。你说这银行是不是有毛病？人家取自己的钱，你不光查前账，还要查后账，这是把自己当成纪委了。更好玩的是银行的回应。吴地农商行的工作人员说，过年前资金紧张，害怕下不来钱。这话说的，我都替他们臊得慌。你一个银行跟储户说害怕下不来钱，
这不是等于直接承认自己快不行了吗？我给大家算个账啊。一般来说，银行的存贷比都在75%以上，也就是说，你存100块钱，银行至少要放出去75块的贷款。现在好多中小银行的存贷比甚至超过了85%。但问题是，现在的贷款都放给谁了？房地产、地方城投、产能过剩的制造业，这些行业现在都不景气，能有多少贷款能按时还上？2024年的数据简直触目惊心。我查了一下，去年全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已经突破2%，这还是官方数据。而且更要命的是，去年新增不良贷款高达2.6万亿。大家想想，这2.6万亿是什么概念？相当于2023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8%呀！而且我敢说，实际情况可能比这更糟，因为很多银行都在玩逾期90天以上不良贷款占比的数字游戏。简单说就是，借款人明明已经还不上钱了，银行就各种借新还旧，把不良贷款硬生生变成正常贷款。央行自己的报告都说了，全国有187家银行的这个指标异常，占受检银行总数的4.7%。再来看看这些银行的资本充足率。2024年3季度数据显示，全国有143家中小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低于监管红线。用大白话说就是，这些银行的家底已经不够撑起他们放出去的贷款了。更吓人的是，这个数字比去年增加了52家。大家知道为啥这么多银行扛不住了吗？因为他们都在配合地方政府放贷。我给大家爆个料，2024年1季度的时候，全国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保守估计就超过70万亿。这些钱很多都是通过银行贷款变相融资的。现在好了，地方政府还不上钱，银行自然就慌了。所以啊，这些银行现在限制取款，说白了就是在自保。他们害怕，要是让储户随便取钱，万一发生挤兑，那可就真要完蛋了。你看啊，2024年倒闭的那199家银行里面，光是农村金融机构就占了192家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基层的中小银行已经撑不住了。更吓人的是，最近有个趋势，大城市的储户开始往国有大银行转移资金了。根据央行的数据，2024年4大行的存款增速比中小银行高出将近5个百分点。这不就说明老百姓对中小银行已经不放心了吗？还记得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吗？那会儿华尔街的大佬们也是各种玩数字游戏，最后不还是崩了？我现在就担心这些银行玩的这些把戏会不会也酿成大祸。毕竟你限制取款也好，查储户资金来源也罢，说到底都是在拖延时间，掩盖问题。可问题不解决，它迟早都会爆发。这事啊，越想越觉得不简单。我觉得有必要给大家分析分析更深层次的问题。这些银行的问题不是孤立的，它反映出的是整个中国金融体系的危机。大家发现没有，最近几个月政府可没少折腾，金融工作会议开了又开，货币政策会议更是1月1开，但老百姓的日子反而越过越紧。我给大家报几个触目惊心的数字。2024年，中国 M2 货币供应量已经达到 GDP 的280%。这是什么概念？说白了就是，现在市面上的钱是实体经济的将近3倍。按理说钱这么多，经济应该很繁荣才对。但实际情况呢？2024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额同比下跌25%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创下10年新低，制造业 PMI 更是连续15个月低于荣枯线。更要命的是，这么多钱都去哪了？我算了一下，2024年前3季度，中国影子银行的规模已经突破90万亿。这些钱有相当一部分都在各种理财产品和资管计划里打转，
根本就没有流入实体经济。你说这不是本末倒置吗？而现在这些银行集体限额，实际上暴露出一个更大的问题：流动性危机。央行的数据显示，2024年银行间市场的隔夜拆借利率已经连续3个月异常波动，有时候早上才 1.8%， 下午就窜到 3.5%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银行之间都开始不信任对方了，谁都怕借钱出去收不回来。我还注意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：2024年中国的大额存单利率出现了奇怪的倒挂，1年期的利率比半年期的还高 0.3个百分点。这种情况在正常的金融市场是不应该出现的。它说明这些银行已经到了不惜血亏也要争抢存款的地步。再来看看外资银行，2024年已经有15家外资银行悄悄减少了在华业务，有的甚至直接撤离了。汇丰银行更是把在中国的分支机构从150多家缩减到了不到100家。大家觉得这些老外是不是看出什么门道了？所以啊，这些银行现在限制取款、查资金用途，看似是为了防范风险，实际上是在打一场自保的战役。但问题是，你限制老百姓取钱就能解决问题吗？我估摸着，这反而会加剧银行挤兑的风险。你想啊，现在老百姓本来对银行就不太信任了，你突然告诉他说每天只能取2000块，这不是等于告诉大家我这银行可能要出问题了吗？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挖坑吗？我预测啊，2025年中国的金融风险会进一步加大，尤其是那些依赖房地产和地方政府融资的中小银行，日子会更难过。现在限额2000块，说不定过段时间就限额1000块，再过段时间可能连1000块都取不出来。说到底，这些银行的问题折射出的是整个中国经济的困境。货币超发，但是实体经济萎靡；银行惜贷，但又不得不放贷；地方政府负债，但又停不下来。这就跟一个人借了很多信用卡，每个月都是用新的信用卡还旧的信用卡的账单一样，迟早要出问题。所以我建议大家，与其到时候担心银行会不会限额，不如现在就未雨绸缪，该分散的分散，该转移的转移。毕竟这钱放在银行里，还不如放在自己口袋里，让自己心安。